都有冒犯，我现在要过去，可以吗？300两。哎，少1个子儿可都不行啊！拿来吧你，走吧走吧。这回发了，可不嘛，这么多，掉一半了。一会儿，快回来。哎，只有咱俩。等等。 又有何指教？你刚才那声叹气是何意思？只是觉得惋惜。昔日天下第一大派无双城，设了这么多关卡，竟是为了勒索他人。我素来仰慕无双城之威名，今日一见，很是失望。昔日，小子，我们无双城从来都是天下第一的大派。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不怕死吗？如今江湖之上，天下第一自然是雪月城。我相信这并不是我自己认为的。若诸位觉得无双城更强，那么请问，当年胜过叶鼎之半掌，拯救天下的人是谁？如今位列5大剑仙，以城为名的剑客是谁？天下第一的枪仙又是谁？ 这些人皆不在无双城，为何无双天下第一？你小子！司徒，把银票还给他。大师兄，还给他！可这，给，拿走拿走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这么做确实令人不齿，但是你刚才侮辱我们无双城的话，我可没办法轻易原谅。 可否敢与我战上一场？从天下方到此处，我对无双城很是失望，失望到现在便想离开了。看来不教训一下你，你是真不识好歹。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你竟然只用2指就夹住了我的枪尖！我曾见过枪仙，见过枪仙的枪，你这枪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这便是我的金龙变。明日你我若在战场上遇上叶鼎之，我会用出金龙变，你想办法使用18剑阵刺杀我。 便只记到此处了。这是枪仙的金龙变。金龙变共33式，我并不擅长枪法。这13式，也只得其形，未得其意。方才若是枪仙出枪，第一枪时，你便已经死了。您究竟是何人？能结识枪仙，会阵金龙变之人，绝非普通的江湖人。 我并非世家弟子，当年曾有幸与枪仙并肩阻拦过魔教主人。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？原来先生是抵御过魔教东征之人，是玉宅无礼了。先生请过。
此次败了，会当如何呢？我只知道，若我去的是雪月城，此刻应当看着苍山雪，迎着风花雪月，天下无双，当有天下无双的气度。驾！大师兄，这个人太可怕了。镇住！放行！那陆玉斋只是一时被我震慑住，一旦内心的冲击过去，就会察觉到我的身份不对，再想顺利赶到无双城城下，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。驾！大师兄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败，内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别烦我！当年能参与抵御魔教东征之人，能与枪仙并肩作战，仅仅看了几次，就能整整用出13式。听我命令，擂鼓给下面的关卡传令，拦住那个人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是。你走弟子道，到论武堂让剑长老派出问道4剑出城迎敌。是。撤！那个声音是战鼓声，全部给我退后！你退后，都给我退后！大师兄，只有无双城嫡系弟子可以行走，要比大陆快上1倍的弟子道，还有问道4剑，这阵仗未免有些大吧？大，只恨我的权力只能到这里，不然我会让剑长老亲自出城。罗哥，剑锋低3寸，起剑慢2分。多谢剑老师。下次他便不会那么出剑了。我对你的这句指点并没有作用。你要想的是，为何方才应该那么出剑？剑道分术和法，你过分追求于术，便会一直陷入苦战。弟子记下了。江老师，为何要提醒他？秀如，你呀，能赢不赢，就是想等到一个万全时机。可世间之事哪儿有万全？人在江湖，便是用生命去赌。既然是赌，就会有风险。你一点风险都不愿意冒，那么便会不断的失去机会，再失去机会，最后被人找到破绽，一击即溃。弟子也记下了。禀长老，卢玉宅那边派人过来，说是有事情要论武堂去处理。卢玉宅是什么废物啊？仗着自己是城主的首徒，竟敢对我们论武堂发号施令，
让他滚。卢玉斋武功平平，但为人处事这一块，向来最是周到，是不会平白无故来找我们论武堂的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直接过来说吧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剑长老，大师兄发现有人意图潜入无双城，图谋不轨，以敲响进行鼓，停止各路关卡放人，但害怕那人直接闯城，所以希望论武堂可以派出问道四剑给予拦截。放肆！我们论武堂什么时候负责看门了？再说了，他都发现了，他为何不拦？大师兄阻拦无果，败了。我就知道，这要是有好事，他还能轮到我们？他早就抢功了。不休，不得无礼。弟子失言了。那人什么身份？不知，戴着一副面纱，携着一把长剑，但和大师兄对阵之时，却使的是一套枪法。枪法？什么枪法？大师兄说是金龙变。青龙变？什么？他确定？那人自己亲口承认的，说是见过枪仙司空长风用过之后学会的。我不会记错，确实是金龙变。莫不是雪月城派来的？问道四剑，皆已动身。太好了！据说问道四剑可是得了剑长老的真传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定能胜过戴面纱的那个家伙。胜个屁！就那4个废物！呸！那4个废物能有多强？方才那个人有多强？他是个剑客，可刚才随手挥了挥枪，就将我的内杆枪震得4分5裂的。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？那是1等1的高手。问道四剑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那大师兄为什么派他们去？若只是我败了，论武堂定会大做文章，羞辱我师父。若问道四剑出手也败得很惨的话，那被羞辱的就是他们，而他们这一败，剑长老就会亲自出战。哦，大师兄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剑长老拦下那个人。剑长老能赢吗？在这里开始就杀过去，还是……这里距离无双城还有几处关卡？第一次来，最后一道了，过了这儿就是无双城的城门。来了那么多次，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儿。无双城，地位一天比一天差，马架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兄台，你也是来做生意的？虽是生意人，做的都是江湖人的生意，一不小心掉脑袋的。我是个武器商，城里有座月霞铁匠铺，订了皮锤魂弩，这次来取货。巧了，我也是。有缘。有缘。来了来了，有人来了！终于来了！撤！论武堂，问道四剑。这问道四剑，在无双城中很有名吗？哎，无双城论武堂年轻一辈中最厉害的4名剑客。据说呀，论武堂的剑长老专门挑了4名年轻弟子，分别代表剑道当中的轻、重、急、缓，想通过观察他们这4名年轻人的成长，创一门可问剑道之巅的剑法。所以这4个人被称作问道四剑。原来如此，剑长老的大名我倒是听过，这问道四剑听起来也有几分意思。
图谋不轨这人长什么样来着？腰佩长剑，脸上还戴着面纱。讲道理。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中间那小子，你留下，其余闲杂人等速速闪开。兄弟，惹事儿了？无妨。有劳兄台帮我带下马。不是我，行。你来无双城是做什么的？订了一把弩，到这里来取货的。可有人说你是来这做坏事的？谁说的？无双城城主大弟子卢玉宅，他拦我的路，想试试我手中的剑，我没同意。这便是无双城所说的图谋不轨。你不同意？那他怎么说？你把他的枪给弄断了？想要断他的枪，还不必出我的剑。那我们呢？一起上。有几分意思。甲胄叶无袖。轻。重。急。便是此时。缓。轻重缓急，剑之四道。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无剑城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无剑城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执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。无双城城主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，宇哥这次啊，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的？当年攻玉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无剑城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
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，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或许真正的复仇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起之辈，而以杀之上也永无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，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月。没想到那家伙还真的问剑无双了。人家问剑无双，扬名天下，你得意什么？不过卓越安，卓越安，没听过。卓越安就是苏沐雨，他本是天下无间城的少城主，如果不是因为突遭变故，他长大后定是有机会拜入学堂的。造化弄人啊！所以你这是要去看热闹？以现在的身份进入无双城，如果被人发现了，可是个大麻烦。那你兴奋什么？因为这个热闹是有人撺掇出来的，他想借苏沐雨的剑引起无双城之乱。无双城，乃昔日天下第一城。如今武学已到落了下乘，可气质已到，仍可称第一。这块肥肉我们盯了数年，也确实到了吃下肚的时候了。一个只求胜的疯子，和一个禁锢于琐事的傻子。无双城的天，早该变一变了。只是如今，正好用上了卓越安的事，然后那个人好从中获利，而且他还是朝中之人。这件事情你跟我提过。之前我想派人去无双城，被你拦下了。这一回，打算怎么做？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苏沐雨把有人想要利用他这件事告诉了我，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他既然想要让无双城乱，好，那就让他更乱一些。怎么更乱？来人！殿下。四怀城那边如何了？我们的人与那城主府的大弟子交往多年，直言此人是个无脑无能之辈，易被策反。至于另一位，也已出关，愿助我们一剑之力。苏昌河呢？可有探查到动静？暗河之人着实隐秘，我们只发觉此人的点碎痕迹，但应是朝着四怀城方向无疑。剑道之争却无当世剑仙，是不是缺些意思？
好，那就让我们恭候各位剑仙齐聚无双。真正的棋局就要开始了。那是何事？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问剑无双城，将与无双城城主宋彦回有一战。我讨厌你们，却觉得姬若风这家伙还不错。说吧，这次找我又有何事？堂主无事找严先生，只是有一场趣事，怕先生错过，一件和剑有关的趣事。是凡尘之事。李掌教，师傅。贵客远来，是带了什么消息吗？见过玄剑仙。哼，也不知这姬若风是不是在我望城山藏了什么眼线。明明我的好徒弟没有下山，也不曾和人比试过剑术，可偏偏就得了什么玄剑仙的名头，让我这原本避世安宁的望城山难得安宁。师傅，别对人那么凶嘛。远来便是客。哼，我奉堂主之命，传一个消息给玄剑仙。说便是了。苏家家主苏沐雨问剑无双，战无双城前城主刘云起胜，随后约战无双城城主宋彦回。哼，这和我望城山有什么关系？你回去告诉姬若风，以后再来我望城山造次，我去天启把他的白小堂给砸了。姬堂主是想要我前去一关，可是我不能出这望城山。姬堂主天下白小，又怎会不知道呢？堂主也邀请了其他几位剑仙，因为堂主认为这一战很有可能会在江湖上再诞生出一位剑仙来。若一夜之间江湖上变成6大剑仙，岂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？剑仙，他一定会去的。他这般爱剑如痴的人，师傅，罢了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转告姬堂主，玉珍心领了。好。撤。走。蜘蛛女，白小堂果然消息灵通，才初见便认出了我。我听说你们最近在各地拜访剑仙，便想着来这里等上一等，没想到运气不错。原来你是想寻白小堂买消息，那你随便找个分堂花钱便是了，何必堵我？当我不知道吗？你们白小堂似乎和内卫司有着什么猫腻，有些消息从不出手。你想知道的是关于玄武使唐连月。如果你不愿意给，倒也可以。我嘛，总有办法逼得你给。
回去问问你们堂主吧，解药下次再给。师傅，颜回，你醒了。你是不是会怪我？明明你想做一个行走天下的侠客，我却一定要把你框在这无双城中，背上这一城荣辱。师傅，你觉得无双城是不是天下第一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可你是不一样的呀，颜回。从我见到你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人。你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，你是天生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班家班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安然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觅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。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。我也在。辗转悲欢离合，
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劳累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验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那绿会如彼岸中纪念相偎一点望清净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则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？那便来吧。八阶阵，刀剑隔世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雅入此处。我为尔。
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父亲之口。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 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 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
睡醒了。啊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 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 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 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 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哼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 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 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火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 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
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
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
定是唐莲玉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莲月。唐莲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的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酒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